拍卖厅内，秦霄以1200万的高价拍下了台上那颗粉钻，现场无数道羡慕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身后的人小声议论，听说这颗粉钻是秦总打算向苏小姐求婚用的。天哪，难怪他一直盯着那颗粉钻，这也太浪漫了。我嘴角不由上扬，心里充盈着甜蜜的期待。拍卖师敲下木锤，1200万，成交！恭喜秦先生！周围掌声雷动。我正沉浸在幸福中，余光却不经意间瞥见秦霄亮起的手机屏幕。婉婉，粉钻我拍到了，你一定喜欢。婉婉，林婉，秦霄的白月光，笑意瞬间僵在嘴角，我耳边嗡嗡作响。秦霄察觉到我的异样，他抬头看我，不慌不忙地摸了摸我的脸蛋，哄孩子似的说：“这是给婉婉的回国礼物。他刚离婚，心情不好，你就当让让他。”周围的窃窃私语突然变得刺耳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我强迫自己挺直脊背，体面地笑着点头。拍卖会中场休息，我从洗手间出来后，打算回休息室拿个披肩。快走到门口时，看见门是虚掩的。房间里面传来秦霄慵懒的声音：“当初要不是婉婉跟我闹分手，我也不会赌气去追苏黎。”有人谄媚地接话：“林婉姐那才是真正的名媛，要不是因为苏黎长得像林婉姐，肖哥压根就瞧不上她。”但是肖哥，对方压低声音说：“苏黎也跟你2年了，你上个月还带她回去出席了家宴，咱们都以为你动真格的了呢。那是故意做给婉婉看的。难怪呢。林婉姐突然回国，这是真吃醋了。”秦霄晃着手中的威士忌，挑眉道：“但有一说一，苏黎确实比婉婉更适合当老婆。她够听话，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比养条狗还省心。”房间里爆发出男人们的哄笑声。我站在门外的灯影下，手指紧紧扣住门框，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。2年前，我和秦霄在一场朋友聚会上相识，他说对我一见钟情，开始声势浩大地追求我，用我的名字买下游艇，为我燃放跨年烟火，动静大到圈里无人不知，人人都羡慕我好命。可原来这些让我心动的浪漫瞬间，都是秦霄为了气林婉的手段。我没有推门进去，而是转身回到拍卖厅，等待下半场开始，因为我还得借由秦霄女朋友的身份留在这里。今晚我一定要拍下压轴的红宝石，那是苏家破产前我母亲唯一的遗物。拍卖会接近尾声，聚光灯下，万众瞩目的红宝石被放上拍卖台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价格被哄抬到2800万。我知道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，却势在必得，毫不犹豫地举牌：3000万。会场一片哗然。秦霄坐在我旁边，痴然勾了勾嘴角：“苏黎，我可没说过要送你红宝石。”我望他一眼，竞价牌几乎要被捏碎，说：“我没想让你送。”哦。秦霄表情忽然变得轻佻：“那你拿什么付这3000万？靠你那1个月3瓜俩枣的工资吗？”他抬手摸了摸我耳垂上的珍珠耳钉，这是他送我的第1个生日礼物。苏黎，你还当自己是苏家大小姐吗？光这一副耳钉就顶你半年的工资，还是税前。要不要我提醒你，你妈死了，你爸疯了，你现在吃的穿的都是我给的。头顶的灯光打在秦霄的脸上，在鼻梁处投下一道阴影。他眼梢冷冷挑起道：“收起你那点小心思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逼我改变主意？把粉钻给你。”他冷笑：“苏黎，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了？”秦霄以为我在吃林婉的醋，在跟他闹情绪，可明明我以前不止一次跟他说过，红宝石是我母亲的遗物，是他从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这一刻，我彻底清醒了。拍卖师敲下木锤，宣布成交，全场掌声热烈。秦霄却冷淡开口：“别指望我给你兜底。”他站起身，双手揣在裤兜里，嘴角扯出一个漫不经心的笑：“你自己捅的篓子，自己收场。”说完，带着一行人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周围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我像个可笑的小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剥光了所有尊严。拍卖会结束后，工作人员找到我：“苏小姐，秦先生已经将保证金取走了。他说红宝石的全款由您个人支付，与他无关，请您务必在10天之内付全款，否则物品将会被收回重新拍卖，且您还需要承担拍卖价的差额。”“好，我会准时支付。”秦霄不知道，我名下还有3000万，这是爸妈在我5岁那年存下的，等我满25周岁就可以自行取出。还有7天，
刚好是我25周岁的生日。我回到家，卧室的灯暗着，秦霄还没回来。我打开衣柜，里面整整齐齐挂着一排秦霄的西装，每一件我都用心的熨烫过。我只把自己买的衣服挑了出来，加上些日用品，刚好装满一个27寸行李箱。离开前，我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，回头看了眼这个我住了2年的地方。茶几上的花瓶里还插着我昨天刚买的白玫瑰，玄关处的照片墙上还贴着我和秦霄的合照，照片里的我笑得那样开心。我伸手拽下那些照片，一张一张撕碎扔在地上。佣人看见我拎着行李箱离开，急得赶紧给秦霄打电话。秦先生，苏小姐把她的东西都带走了，连照片都撕了。行了。秦霄正忙着去机场接林婉，不耐烦地打断道：她爱闹就让她闹去，以前又不是没闹过。告诉她我没空陪她玩这种把戏。他说完直接挂了电话。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也配跟他闹脾气？我搬回自己租的小公寓，简单拾到了下。躺在床上时已经是凌晨1点。睡前我习惯性地刷手机，热搜第一条就是井号女星林婉与神秘男子机场甜蜜同框井号。我点开视频，画面里秦霄穿着黑色风衣，手捧一大束玫瑰，站在机场 VIP 通道口，身后是数十名保镖开道，闪光灯此起彼伏。林婉一袭黑色连衣裙，踩着细高跟优雅地走出来。秦霄立刻脱下西装外套，温柔地披在她肩上。镜头特写里，林婉右手的中指上戴着拍卖会上那颗千万粉钻。视频的最后，林婉对着镜头嫣然一笑，抬手撩了下长发，粉钻在灯光下折射出璀璨的光芒。评论区一片尖叫声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偶像剧情节？姐妹们，要朝哪边磕头才能换来一个这样的霸总啊？也太帅了吧！我没再继续往下看，直接关掉手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照常工作生活，却总能在网上刷到秦霄追求林婉的新闻。井号林婉与神秘男子共进晚餐，井号神秘霸总豪掷千金为林婉拍下梵克雅宝限量款，井号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些恩爱的照片，并没有难过。从秦霄家搬出来的第5天，我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，语气依然带着那股子傲慢：奶奶后天寿宴，你准备下礼物。秦霄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，随即传来冷笑：苏黎，差不多得了，给你个台阶，别不识好歹。要不要我提醒你，红宝石的拍卖款可还没付呢。我声音平静：拍卖款我会自己解决。秦霄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嘲讽：怎么解决？是靠你那个疯癫的吧？还是死去的妈啊？跟你无关。不等秦霄说话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包厢里，秦霄盯着被挂断的手机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这还是苏黎第一次敢挂他电话，电话里他笃定的语气也让他觉得反常。旁边的兄弟凑过来问：怎么了，霄哥？秦霄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李成，你去查下苏黎名下的资产，包括过去苏家的。半个小时后，李成推门回到包厢。霄哥，苏黎名下有3000万，是他父母20年前存进信托的，后天他过完25周岁生日就可以取出来了。秦霄表情突然变得狡黠，感情苏黎跟他留了后手。他冲李成招手道：还有件事，你马上去办。我没想过信托公司的人会故意为难我。他们说3000万可以取，但由于金额过大，需要时间周转，满30个工作日才能全部提出。起初我也信了他们，以为是规定，所以软磨硬泡了1天，希望他们通融一下。直到我远远看见他们的领导点头哈腰地嘘着秦霄，把人请进 VIP 接待室，我才后知后觉，是秦霄在为难我。从信托公司出来，天都黑了，雨越下越大，远处的路灯在雨幕中晕开一团昏黄。我浑身被浇透，高跟鞋卡在路边的石缝里，气急败坏地拔了几下，鞋跟却纹丝不动。雨水顺着脸颊滑落，我望着灰蒙蒙的天，缓缓蹲下身，双手抱住膝盖，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。也不知道哭了多久，雨突然停了。我缓缓抬起头，一把黑色雨伞正撑在我的头顶。沈思涵站在我身侧，男人穿着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，衬得肩线笔直，雨幕如织，砸在伞面上，发出密集的轻响。我慢慢站起身，却因为蹲得太久，双腿发麻，一个踉跄向前栽去。沈思涵及时伸手，一把扶住我。
掌心的温热熨烫着我冰凉的胳膊，他深邃的目光停在我脸上，又顺势下移，落在我被大雨浸透的衣衫上。我顿感狼狈丢人，想抽回手遮挡胸前，却发觉沈思涵抓在我胳膊的手纹丝不动。伞下的空间狭小而静谧，我抬头对上沈思涵如墨的眼眸，他垂下目光看我，跟从前一样唤我阿离，声音仿佛穿越了漫长的时光。这时，一辆黑色迈巴赫划破雨幕，稳稳地停在沈思涵身旁。他握着伞柄的手微微收紧，顿了数秒，修长的手指在车窗上敲了下。司机立马下车，撑伞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车内很安静，只有雨刷规律的声响。我的手机突然震动，是拍卖会工作人员打来的。我以为对方是打来提醒我及时交款的，却听见对方说：“苏小姐，3000万的支票已经收到了，你有空随时可以过来办交接手续。”我先是惊讶，然后转头看向沈思涵，他正专注地开车，侧脸线条在路灯下忽明忽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，车内再次陷入沉默。我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。思涵，谢谢你。30个工作日后，这3000万我会连本带息还给你。沈思涵面色阴晴难辨，沉沉地开口：“阿离，你一定要跟我分割的这样清楚吗？10年前，他曾是我爸资助的学生。我记得沈思涵在初次登苏家门的时候，身上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连裤脚都已经磨损。我爸很看重他，时常叫他到家吃饭。可每次我们同桌吃饭时，他总是小心翼翼的，前前后后洗很多次手，生怕我们觉得他脏。在他第5次开口喊我苏里小姐的时候，我往他手里塞了块彩色玻璃糖，笑着说：以后叫我阿离吧。那时候我是豪门千金，沈思涵是贫困生，如今已是身份颠倒。我垂下眸，斟酌着说：当年苏家破产债务都是你摆平的，你早就不欠苏家什么了。我不想，如果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呢？沈思涵突然打断我，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意。迈巴赫一脚点刹，稳稳停在路边。他解开安全带，侧过身看我，声音低沉而危险：阿离，若你执意跟我分得如此清楚，那我今晚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要拿什么来交换？月色暗淡，让他的眸色深而晦。我看着沈思涵近在咫尺的脸，心跳得很快，几乎要冲出胸腔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秦霄。沈思涵一把抢过手机，按下接听键。秦霄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，带着一贯的傲慢：苏黎，现在总该知道了吧？没有我你什么都……他在洗澡。沈思涵冷冷打断。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。我想抢手机，却被沈思涵一把攥住手腕，拽进怀里。秦霄反复深呼吸2次：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。沈思涵像是真发了火，动了怒，重要的是他现在在我这里。说完，他直接挂断电话，将手机扔到后座。我的手腕还被他紧紧攥在手里。他靠得太近，身上洁净的香水味很淡地萦绕在我鼻尖。车内气氛陡然暧昧起来，后座的手机不停地嗡嗡震动。沈思涵语气比刚刚更冷：你还没有回答我。阿离，你拿什么跟我交换？我猝不及防地抬起眼眸，落入一双沉如雾霭的眼中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沈思涵的喉结难以自控地滚了滚，又那么克制。2秒后，他沉声开口：你不说话，那就我来定。雨夜的机场，跑道上灯光昏黄，迈巴赫一个急刹停在私人直升机旁，溅起一地水花。车门被猛地推开，沈思涵大步跨出，雨水打湿了他的西装。一个穿着黑西服的男人撑伞上前，恭敬道：沈总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我坐在车里，看着沈思涵绕到副驾，打开车门。他弯腰进来，帮我解开安全带，下车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手腕已经被他扣住，整个人被拽出车外。沈思涵，你干什么？我试图挣脱他的手，却被他握得更紧。你不是想还人情吗？沈思涵垂眸看我，字字都透着迫人的威慑。我现在就要。他说完，拉着我朝直升机走去。旁边的男人急忙追上来撑伞，却怎么都挡不住大雨。沈思涵，你疯了吗？我挣脱不开，声音里都是抗拒。深更半夜，你要带我去哪？沈思涵脚步未停，头也不回地说：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放开我，我不去。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转身往回走。沈思涵2步追上来，直接从后面将我打横抱起，扛上直升机。
直升机缓缓升起，螺旋桨带起剧烈气流，将大雨刮得起舞。沈思涵将我放在座椅上，自己则坐在对面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我，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我望向他，径直问：“一定要这样吗？”他没回答我。一路上彼此都沉默着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赌气睡着的。醒来时，直升机已经停在海边，太阳像是被揉碎的金箔，从座舱玻璃倾泻而入。我半眯着眼，适应着这突如其来的明亮，从座椅上直起身。原本盖在身上的西装外套滑落，掉在腿上。远远的，我看见沈思涵正站在沙滩上抽烟。我把西装外套放到旁边，从直升机上下去。走近沈思涵时，海风裹挟着烟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他回头看我，碾灭了烟头。远处的海天相接处，一抹金色的光芒缓缓升起，阳光勾勒出他侧脸的轮廓。阿离，沈思涵沉静地说，陪我看完这场海城的日出，人情就算你还了。海城，日出，我的记忆被猛地拽回到8年前中秋节那晚，我和沈思涵并肩坐在苏家院子的台阶上，身后的屋子里时不时传出爸妈的笑声。那时候苏家还好好的，爸妈也好好的。我仰头看着天边的圆月，思涵，他们都说海城的日出特别美。他侧头看我，你想看？我用力点头，满眼憧憬，等明年我18岁生日的时候，一定要去海城看日出。只是还没等到生日，苏家就着了一场大火，而我妈死在了那场火灾里。沈思涵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。25岁的苏黎，生日快乐。虽然这祝福迟了一天，可我还是眼眶发热。沈思涵从西裤口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礼盒，递到我面前，温柔笑说：“打开看看。”海浪拍打着岸边，空气里带着咸湿的气息。我接过礼盒，打开的瞬间，泪水夺眶而出，里面放着一枚樱桃发夹。那是我16岁时妈妈亲手为我设计的，但在那场大火之后就丢失了。我哽咽着问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沈思涵语气平淡地说：“我找了很多年，终于在一个老收藏家那里找到了。”我摸着樱桃发夹，想起那年夏天，妈妈将它戴在我头上。她还笑着对我说：“阿离，女人嫁人很重要，一定要找个品德端正、真心爱你的。等将来你结婚那天，妈妈会亲手把樱桃发夹戴在你头上，愿你的婚姻永远甜蜜如初。”沈思涵，我尾音发颤，眼泪渗进紧抿的唇缝中。沈思涵上前一步，伸手将我摁进怀里。阿离，你值得最好的。紧哑的嗓音不让人察觉他的颤抖，听上去只有坚定沉稳。包厢里，秦霄心不在焉地靠在沙发上，眼神时不时地瞄着桌上的手机。朋友拉他一起喝酒，也都被他烦躁地拒了。李成看出秦霄的心思，凑过来问：“霄哥，你还在想那晚帮苏黎接电话的男人是谁？”秦霄眼皮不以为意地挑一边，哼笑：“我会费那心思。苏黎那个乖乖女，你就算借她10个胆，她也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。要么我总说她无趣呢。”有人附和道：“就是。而且成哥不是都查过了，苏黎这段时间身边别说是男人了，就连只公苍蝇都没有。要我说，她就是故意找了个男人接电话气萧哥呢，逼着萧哥主动哄她。说白了，苏黎是太爱萧哥，爱到不知所措了。可咱萧哥是什么人啊？那是天之骄子，还能让他牵着鼻子走？”包厢里响起一阵哄笑，秦霄皱起的眉头也稍稍舒展了些。他叼了根烟在嘴角，要我哄他。还有3天就是交付3000万的最后期限了，没有我，他苏黎拿什么交？看着吧，他很快就得回来求我，但原不原谅他，那就得看我心情了。已经看过了海城的日出，到了晚上，我又拉着沈思涵陪我逛海城的夜市，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小吃的香味，耳边是游客的欢声笑语。我跟他并肩穿梭在熙攘的人群中，路过一个射击摊时，我的目光被摊位上各式各样的毛绒玩具吸引。忽然想起小时候，爸爸特别喜欢带我玩射击，每一次他都会帮我赢得喜欢的玩偶。但自从妈妈去世后，我跟爸爸已经很久没碰过了。我忍不住走过去，拿起摊位上的玩具枪，半眯着眼，瞄准远处的靶心。在我第3次扣动扳机时，塑料子弹擦着气球边缘弹开，还是没打中，心情有些沮丧。姿势不对，沈思涵站在我身后，手掌扶住我的腰。
他温热的呼吸钻进耳窝，指节压着我虎口，微微调整角度，手腕要压平。最后一枚子弹破膛的瞬间，沈思涵低头说话的唇峰堪堪擦过我耳垂，爆裂的气球声炸开在耳膜，让我一时分不清是玩具枪响还是心跳轰鸣，正中靶心。摊主笑着鼓掌说：“这位先生真厉害。”这时，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突然从摊位底下钻出来，沾着糖霜的手猛地推了我一把，我踉跄着撞进沈思涵怀里，她的手臂收紧，将我牢牢地圈住。我的脸贴在她的胸口，能清晰地听到她的心跳声，一下一下，像是沉稳的鼓点，逐渐变快。摊主连忙抓住小女孩，带着她向我们道歉：“真对不起，这是我小女儿，性子太顽皮了。”我笑着摇摇头说：“没关系。”小女孩笑嘻嘻地躲在摊主身后，抻着头，奶声奶气地对沈思涵说：“大哥哥，追女孩子要主动一点哦。”这一刻，夜市的光影映照在沈思涵的脸上，她连耳根都红了。从海城回去后，我马上去拍卖中心办了红宝石的交接手续，免得夜长梦多，然后带着红宝石去疗养院看望爸爸。自从我妈去世后，我爸就一蹶不振，经常酗酒，后来又被信赖的下属背刺，导致苏家破产。接连的刺激，我爸承受不住，变得时常疯疯癫癫，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。而红宝石是爸妈当年的定情之物，我希望爸爸在看见它之后，病情能有所好转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拿到红宝石的原因。疗养院的病房门口，我透过玻璃窗看见爸爸正坐在病床上，怀里抱着枕头，轻轻摇晃着。他手里攥着褪色的拨浪鼓，发出咚咚的声响，脸上挂着孩童般纯真的笑容。小文，你看咱们女儿多可爱。他对着空气说话，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，跟你一样，眼睛又大又亮。小文是我妈妈的名字。我紧紧咬着嘴唇，眼泪在眼圈里打晃。沈思涵站在我身后，手在快要碰到我肩膀时，又突然停住，犹豫了2秒后落下，宽厚的掌心紧紧握住我细弱的肩头。我反复深呼吸，缓了缓情绪，才推开门。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。爸爸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困惑。你们找谁？我从天鹅绒首饰盒里取出那颗红宝石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宝石表面。爸爸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了，他愣了2秒后，颤抖着手接过红宝石。小文，他声音哽咽，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，滴在红宝石上，满眼自责。对不起，小文，是我没能保护好你。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出差，你也不会死在那场大火里，是我的错。我跪在床边，心疼地抱住爸爸瘦削的肩膀。爸，都过去了。我带着哭腔，轻声说，妈妈不会怪你，她一定希望我们都好好的。沈思涵默默地站在旁边，阳光将地上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包厢里灯光昏暗，李成看了眼手表，已经晚上8点了。他偷偷瞄了一眼秦霄，秦霄靠在真皮沙发上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霄哥，今天是最后交款期限了，拍卖中心这个点也已经下班了，苏黎应该是放弃红宝石了。秦霄额角青筋凸起，不可能，那是他妈留下的唯一遗物。李成愣了一下，刚要开口，包厢的门就被推开了。一个男人急匆匆地走进来，犹豫了下，说，霄哥，查到了，红宝石已经被人取走了，钱4天前就交了。秦霄脸色骤变，4前天他给苏黎打电话那晚他在洗澡。秦霄猛地想起电话里那个男人，咔嚓一声，酒杯在秦霄掌心碎裂，嫣红的血珠顺着指缝滴落，整个包厢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这时包厢的门被人推开，迟到的林婉走了进来。呀，阿霄，你手怎么受伤了？还流了这么多血。他快步上前说，怎么还坐着？快去医院啊，我带你去。林婉说着话就要拉秦霄，却被秦霄反手甩开。滚开！秦霄的力气很大，林婉猝不及防，差点没摔在地上，好在被李成及时扶住。他踉跄着站直身体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秦霄，阿霄，你刚刚说什么？秦霄从来对他都是百依百顺，连脸都没红过一次，更别说是大声说话还是脏话。林婉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说，滚！秦霄咬着牙，眼神阴鸷的吓人，一脚踹翻了面前的茶几，果盘和酒水洒了一地。他吼得声嘶力竭，
都滚，滚！包厢里的人面面相觑。林婉不甘心，还想上前说什么，秦霄直接抓起一个酒瓶砸在墙上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滚！我接到秦霄的电话时，刚结束公司的聚餐，正跟几个同事一起站在餐厅门口等着排队叫车。夜风裹挟着酒意，吹得我有些头晕。我想也没想，直接把电话挂断。可秦霄像是中了邪似的，一直打。我嫌烦，拽进了黑名单。身边的女同事陆续被男朋友接走。同事小李摇下车窗问我：“苏李，你晚上喝了不少酒，咱俩顺路，要不要送你一程？”我摇摇头，正要说话，一道刺目的车灯突然照亮了整条街道。银顶迈巴赫缓缓停在路边，有人惊呼：“哇，这车也太帅了吧！”车门打开，沈思涵从车上下来，她穿着一件黑色风衣，修长的双腿迈着稳健的步伐朝我走来。夜风掀起她的衣角，露出里面的黑色西装。当着众人的面，她脱下风衣披在我肩上。旁边的女同事一脸八卦地看着我，冲我挤眉弄眼，激动得直跺脚。金色眼镜架在沈思涵的鼻梁上，冲淡了她平日的高高在上感。她客气地冲大家微笑点头，然后伸手揽过我的肩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迈巴赫平稳地行驶在夜色里，车开出很远后，我才后知后觉地问沈思涵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”沈思涵搭膝坐着，靠着椅背的身体松弛又笔挺，就那么静直地望着我，没说话。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很蠢。凭沈思涵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，只要她想知道，就可以对一切了如指掌。街灯的光影透过车窗，斑驳地洒在车内。沈思涵沉默了几秒，突然问我：“阿离，你还喜欢秦霄吗？”她的气息和声线都压得很低，带着一种蛊惑。而我酒意渐渐上涌，目光不自觉地从沈思涵的脸上一点点下移，落在她微张的薄唇上，咽了咽口水，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跟冲动，我突然伸手拽住她的衣领。沈思涵猝不及防，整个人都压了过来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脸上。我抬眸对上她深邃的目光，忍不住勾一勾唇。你猜？沈思涵喉结液动，声音哑得不像话。阿离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笑着点点头，又轻轻拽了拽她的衣领，将她的脸拉得更近。沈思涵的唇几乎要贴上我的，却迟迟没有落下。我眼神慌着，心跳乱着。沈思涵，你到底还要怂到什么时候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都主动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还不吻我？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他的气息滚烫低沉，喉结随着说话而上下滚动。吩咐司机道：“把挡板升上。”随着挡板缓缓升起，前后座被分隔成两个独立的隐私空间。沈思涵一手扣住我的后腰，将我整个人按进怀里。下一秒，他垂下脸，近乎凶狠地吻住我。我顺应地闭上眼，双手合腰地抱住他，但也只是蜻蜓点水似的吻。沈思涵很快便停了下来，他深深的呼吸，闭了闭眼，忍过心脏发紧的欲望。阿离，我这人很贪心，一旦尝到甜头，会想要索取更多。我双臂勾住他脖子，嘴角扬起来。我给得起。迈巴赫开进沈思涵家的庭院里，我是被他抱下车的，一路抱进屋里，灯都来不及开，彼此就已经失控地吻了起来。头顶玄关的声控灯一会儿暗一会儿亮，沈思涵嫌鼻梁上的眼镜碍事，一把摘下扔在地上。我用力箍抱住他肩颈，任由他将自己拖抱起来。他吻得几乎发了狠，不住勾缠着我的舌尖。我主动解他衬衫的扣子，自领口向下，尖细鞋跟一不小心踩碎了地上的金色眼镜，两个人磕磕绊绊地吻到卧室。我身上也没整齐到哪去，衣衫自玄关扔了一路，折腾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翻身疼醒的，晨光透过纱帘洒进卧室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沈思涵已经穿戴整齐，正站在床边系袖扣。醒了，他不自然地咳嗽一声，喉结滚了滚。我迅速从头红到了脚，下意识往被子里缩了缩，却牵动了身上的酸痛，忍不住嘶了一声。沈思涵的眼神瞬间紧张起来，手指掀开被子一角，让我看看。不要！我红着脸拽住被子，却还是被他轻易地掀开。晨光下，我身上的吻痕清晰可见，从锁骨一路蔓延到大腿。沈思涵声音沉哑下来：“昨晚是我过分了。”他的手指轻轻抚过我锁骨上的红痕，还疼吗？
我耳根烧得通红，你说呢？他轻笑一声，突然掀开被子钻了进来，手掌附上我的腰，轻轻揉捏，这里也疼。沈思涵，我挣扎着想逃，却被他搂得更紧，连名带姓。他指尖在我唇瓣上拨弄一下，意有所指地说：“阿离，昨晚你可不是这么叫的。”想起昨晚一遍遍向他求饶的画面，我脸色红得滴血，恼羞地将头缩进被子里。已经是早上7点多了。秦霄在苏黎家楼下坐了整整一夜，地上扔着无数烟头和空酒瓶。他受伤的那只手早已经结痂，攥着半空的酒瓶，另一只手里握着电话。电话屏幕是亮的，还剩下3%的电量。秦霄已经记不清这一晚上他给苏黎打了多少通电话，一个都没人接。他昨晚原本是来找苏黎算账的，可吹了一夜的冷风，他的情绪已经彻底平静下来，也记起了过去的很多事。以前每次喝酒，苏黎都会给他煮醒酒汤，他总是穿着柔软的居家服，乖巧地蹲在沙发边，用温热的毛巾给他擦脸。你胃不好，以后少喝点酒。他总是这样唠叨，他却从来不听。还有去年，他胃病住院，苏黎请了长假陪护，他连护工都不用，每天给他熬粥，哄着他吃饭，半夜还惦记着给他盖被子。就连奶奶也曾叮嘱过他：“阿萧啊，苏黎是个好姑娘，你要懂得珍惜。”他当时在做什么呢？他在一边给林婉回消息，一边敷衍奶奶：“知道了，您就甭操心了。”可现在他好像把人给弄丢了。秦霄仰头灌下瓶子里的最后一口酒，辛辣的液体灼烧着喉咙。他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，酒精和疲惫让他的脚步虚浮。他看见马路对面的便利店正在卖糖炒栗子，苏黎最喜欢吃糖炒栗子。记忆突然闪回到去年冬天，苏黎捧着热乎乎的栗子，笑得眉眼弯弯说：“秦霄，糖炒栗子，新出锅的，你也尝尝。”秦霄突然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他如果主动低个头，苏黎那么爱他，肯定会原谅他的。我没想过会在公司门口遇到秦霄，他穿着夹克服，脸色有些憔悴地站在路灯下，手里捧着一袋糖炒栗子。看见我，他主动走过来，声音有些干涩：“奶奶说她想你了，让我们有空回家吃饭。”多蹩脚的借口。但提起秦奶奶，她确实对我很好，尤其是在知道苏家的遭遇后，时常会叫我去秦家。面上说是陪她聊天，其实是为了开解我，替我谢谢奶奶。我轻声说：“以后有机会我会去看她。”秦霄看我不接茬，就赶紧把手里的糖炒栗子往前递了递，连声音都是小心翼翼的：“栗子还热乎着，你最爱吃的。还有，你上次不是说想去欧洲度假，我已经让人安排好了行程，只要你点头，随时可以出发。”糖炒栗子的香气飘进鼻腔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秦霄低声下气，语气里甚至带着一种讨好。但我还是没有伸手接栗子，只是平静地看着他说：“栗子凉了还能再炒，但感情凉了就是凉了。秦霄，我们就到这吧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”我转身要走，秦霄却一把拉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很大，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捏碎。我已经跟林婉说清楚了，就在来找你的路上。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。苏黎，我现在已经明白自己的心意了。我挣开他的手，打断他的话：“秦霄，现在说这些已经太晚了。”他的声音突然拔高：“可我们在一起2年。苏黎，你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？”我看着他发红的眼眶，突然觉得有些可笑。曾经的我大概会为了他这样的表情心软吧，但现在的我不会了。是为了那个男人吗？秦霄突然问，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意。那个帮你付3000万的男人，是不是那天晚上接电话的人？他究竟是谁？最后几个字，秦霄几乎是咬牙切齿。他眉眼又冷了几分。你以为那个男人肯帮你付3000万，就是真的爱你吗？他不过就是为了睡你。一个才认识几天的男人，他能有什么真心？谁说我们只认识几天？沈思涵冷冽的声音突然自我身后响起，修长的手臂自然地环过我的腰。街边落叶堆积，被风随意卷动。看见沈思涵，秦霄眼底闪过诧色，他愣了足足10几秒，才堪堪回神，目光落在沈思涵搂在我腰间的手上，带着不可置信。我能理解他的反应，因为我不止一次听秦霄的父亲提起过沈思涵。秦父想跟沈思涵做生意，还托了很多关系想见沈思涵一面，却连对方的助理都没能说上话。秦父还特意嘱咐秦霄要对这件事上心。
秦霄的书房里，至今还摆着那本专访沈思涵的财经杂志。一直想方设法想见到的人，却突然以这样的方式出现，按照秦霄倨傲的性子，自然是难以接受。沈思涵沉沉地开口，面色阴晴难辨。10岁那年，阿离从秋千上摔下来，是我背着他去医院。15岁那年，阿离参加钢琴比赛，在后台紧张地发抖，是我一直鼓励他。17岁那年，阿离母亲去世，是我没日没夜地守着他。20岁那年，阿离父亲出事，是我在背后帮苏家渡过难关。沈思涵每说一句，秦霄的脸色就白一分。沈思涵的声音里带着几分讥诮。秦霄，你为他做过什么？在阿离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忙着给林婉当舔狗，明知道红宝石对他的重要性，还故意打压他，把别人的尊严踩在脚下，有意思吗？秦霄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，表情就要控制不住。他突然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几分愧疚，解释说：苏黎，其实那个红宝石我是打算买来送你的，我只是想控制你，我心里从来都有你。我打断秦霄：秦霄，你的眼里只有你自己，不论是我还是林婉，你谁都不爱。你对林婉念念不忘，是征服欲；你对我低声挽留，是占有欲。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你自以为是的深情真的很恶心。我主动握紧沈思涵的手，平静地说：秦霄，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。苏黎，我是真的爱你。秦霄急切地开口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乞求。我们在一起2年，我不相信你就真的一点不爱我了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哪怕就一次？秋风如针，刺得人打了个哆嗦。我缩进沈思涵的怀里，仰着脸冲他笑说：思涵，我突然很想喝豆浆啊，就我们上学时候经常去的那家。他用风衣裹住我的身体，低头温柔地看着我：好，现在就去。秦霄不甘心地要追上来，却被沈思涵的司机一把拽住衣领。那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，高出秦霄半头。秦先生，请自重。沈思涵将我搂得更紧。我回头看了一眼秦霄，他站在秋风里，夹克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，眼神空洞得像个迷路的孩子。为了让爸爸得到更好的照顾，我跟沈思涵把他从疗养院接回家里，又将当年苏家的保姆请回来照顾他，希望能帮他记起更多事。3个月后，我跟沈思涵举行了婚礼。白色的玫瑰和满天星点缀着整个礼堂。我站在红毯尽头，笑着望向站在圣坛前的沈思涵。他身着黑色西装，目光掠过层层宾客落在我身上，眼底的爱意如潮水般涌动。爸爸像个孩子一样坐在轮椅上，被人推着。我握紧爸爸的手，与他并肩前行。头顶的樱桃发夹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我每走一步，眼眶就忍不住湿润一点。爸妈，女儿今天要出嫁了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很幸福的。我的手被沈思涵紧紧握住那一刻，眼角的泪不听话地掉了下来，可嘴角却是高高扬起的。神父庄严地问道：苏黎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沈思涵先生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还是疾病，都爱他，尊重他，保护他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和沈思涵一起放风筝，结果风筝被风吹到树上。沈思涵为了帮我拿风筝，明明恐高的他，还硬着头皮爬上树。最后风筝是拿到了，可沈思涵也从树上摔了下来，右腿骨折。我去医院看他，愧疚直哭。他慌乱地安慰我：阿离不哭，我不疼，真的。我当时摸着他打石膏的腿，一脸认真地许诺：沈思涵，你别怕，如果你真的瘸了，长大娶不到老婆，那我就嫁给你。没想到一语成真。沈思涵，我真的嫁给你了，我愿意。我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，坚定而清晰。沈思涵红了眼睛，他掀开我的白纱，情不自禁低头吻上我的唇。我闭上眼睛，幸福充满胸腔。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在礼堂的最角落，秦霄孤独地站在灯光暗影下，西装依旧笔挺，却掩不住脸上的憔悴。直到他离开，都无人知晓。只有一束白玫瑰静静地躺在地上。那个曾经满眼是他的姑娘，成了别人的新娘。终究是他错过了。番外，跟沈思涵结婚的第2年，我在一场宴会上碰见了林婉。没了秦霄的力挺，他在娱乐圈很快就过气了，没有任何资源，靠着攀附各种有钱男人过活。洗手间里，我刚补完口红，
就听见高跟鞋的声音。林婉站在镜子前，妆容精致，却掩不住眼角的细纹。她穿着一件过季的礼服，看起来有些局促。苏黎，她阴阳怪气地说，嫁给沈思涵这样的男人，很得意吧？我收起口红，平静地看着她。林小姐，有事吗？你应该感谢我。她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洗手台，要不是我，你怎么有机会嫁给沈思涵？我转身要走，她却拦住我。你知道我跟秦霄是怎么断的吗？她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歇斯底里。他在醉酒的时候喊你的名字，甚至连我们接吻的时候，他都要关着灯，把我当成你。林婉死死盯着我，涂着厚重粉底的脸有些扭曲。苏黎，你凭什么？明明你才是那个替身。我看着他发红的眼眶，轻笑。林婉，我就是我，不是谁的替身，更不是谁的附属品。你也好，秦霄也罢，都跟我无关。林婉却嘲讽着摇了摇头。那是因为你嫁给了沈思涵。倘若你过得不好，还哪来这样底气？现在你当然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他笑声里带着几分凄凉。苏黎，你别得意，路还长着呢，我迟早会比你过得好。我看着他骄傲地抬起头，踩着高跟鞋离开的背影，只觉得他可怜又可悲。走出洗手间，沈思涵正靠在墙边等我，他伸手搂过我的腰，怎么这么久？我靠在他怀里，遇到个朋友。说话时，目光不经意间瞥到了地上的粉色碎末，这是什么？沈思涵嘴角漾了丝笑，手指慢慢地顺我头发，随口道：林婉手上的粉钻，赝品，也配让给我太太受委屈？我这才知道，林婉当初回国是因为在国外欠了违约金，那颗粉钻早就被她卖掉了，后来戴在手上的是赝品。秦霄于他来说，从头到尾都是备胎、踏板。后来的后来，我无意间在某音上刷到了一条视频，点赞高达608万。狂风暴雨中，有网友拍到秦霄在五台山上3步一跪拜，只为给心爱的姑娘求得一个平安符。在我生孩子那天，李成把那个平安符送到我手上，可秦霄不知道，我从不信神佛，只信自己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